太子既然提了出来，朕跟他一样，也有想要的人。要问问你的意见啊，中书令。陛下想要什么人？常州要塞责任重大，夫君年来供给外城，以致城内空虚。朕要他们。陛下想调军？不是想，朕已经拟旨，精卫天长营调往常州。本次由常州刺史李维安一并引领出京。陛下，中书令，京师与常州相隔千里，奔驰过远，补给过长，不是长久之计。陛下要用人，不如就在常州附近民间征召。战事在即，朕要的是去了就能用的人。中书令可令兵部在京师附近民间征召，补充经营。经营现尚在整改之中，此时拔营恐怕不便。让兵部把方案拿出来，到了常州，李刺史接着整改。这可比射流好看多了，是不是啊，杜十郎？兵者，国之大事。陛下不论列，不商议，也不事先知会臣等，怎可在仓皇间终止决断？臣身为宰执，要对本道圣旨行风博士。都给我听着！不想跟家小分开，死在野地里没人收买的话，今天就跟着我。属下为将军之命是从。看来这人，朕是要不到了。臣只是想请陛下暂缓施行。待回朝后，臣会按照制度发起论列。届时要看众臣公答不答应，也要看主帅答不答应。众臣公答不答应那是将来的事，主帅答不答应，现在就可以把他叫来问问。何法？请。李刺史真回来了？是。他没回部里，直接去了行宫吗？是。家父让小女将此事告知卢尚书。老夫知道了。你父亲这个脾气啊，还是这么固执。倘若不是李刺史回来，老夫还真不知道殿下跟你之间的事情。
老夫已经在野，回了便是。可来的是……好，我马上来。希儿，要客来访，老夫不敢怠慢，稍等片刻。是。牵马去！将军，小心呐！怕什么？快去！是。树营内乱纷纷的，昨天那些人都不见了。我听干这事的人说，李将军都快跟着马一样飞了，甲都带不上来。正跟他一样，也有想要的。要看众臣公答不答应，也要看主帅答不答应。现在就可以把他叫来问问。御前在甲等同谋反。陛下。没有力量也要保护的人，阁下难道没有吗？我有，我也有，而且不止一个人。
殿下！殿下！拦住吕汉，他私自带甲，对陛下不利。拿下！是。你们要干嘛？你们想干什么？大王勿动，一避嫌疑。八万，看看他们有没有知县。谋反！殿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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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扶起来！你伤到哪没？没事吧？这个东西，武大王，卢公不要见怪，我只是对卢公的书法无限倾慕，所以请脱了文书库的裤子，用卢公那年的奏书，集字临摹而成。哎，武大王，我知道这不符合朝制，如果是我孟浪轻浮了，还请卢公宽赦。武大王言重了，为何要对臣下知此大礼？卢公知道，我拜的并不是前任吏部尚书，可否从此容我以示师之礼？是公。哎呀，武大王，臣下不敢。武大王垂顾臣多年，臣已是感激莫名。卢公，但是臣已老迈，戈壁多年，不能随意误人前程。武大王想登文汉堂皇之正途，就应该奏请陛下，从当世名家中另择高明。看来还是我资质鄙陋，不能得功垂青。臣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会再努力。卢公府上，我也一定会再来拜访。今日就先告辞了。武大王，卢公先别着急明句，我若是连着被拒2次，怕是要妄自菲薄好久，恐怕连着好几个晚上都睡不好觉了。武大王，臣要说的不是这个，臣只是想问件事。往年射柳，武大王不是去过吗？跟着去过。可是今年为何不去了？卢公知道，我就是个天秤的角色。大概陛下觉得，今年射柳有太子殿下和齐王就足够了，我去只会碍事吧？有什么不对吗？啊，臣随口一问。陛下，召见班悉数带甲，但未携带兵刃。吕汉，没有特旨，
私自御前带甲，等同谋反。你行武这么多年，难道不清楚吗？今天是天佑之日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周书令，我这给我拿下！我当着陛下的面，你给我说清楚了，到底谁让你这么干的？陛下，臣只是不想。吕将军果然是将手，料事如神，知道朕为什么叫你过来，连说辞都准备好了。陛下，臣。陛下，既然他们早有准备，看来营内也已经知晓。空城变动，人留不留？大人，让吕将军去立据的话，不怕他多心吗？他多心最好。那大人，是他的子弟兵，要是这成千上万的人一条心去抗命，还有什么比他的相声人头更管用？那届时我去牵头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？到底还要不要起兵谏了？等等，再等等，还等？再等空号军都到了。等将军的消息。钟馗啊，叫你的人都下去。陛下，吕汉的事情还没有说清楚。问什么？带甲上场是朕准许的，本来就是临时抽调。要真的是叫朕的儿子误伤了，不成话呀。陛下。吕将军，天长营要移往常州，朕叫你过来，就想听听你的意见。你想前往常州可以，不想去转职到本部也可以，这个事中书令会替你安排。陛下，朕的儿子不知道此情误伤了你，不要见怪。陛下，臣愿意去本部。你，陛下，他一个匹夫怎么能够自己决断？臣还是请陛下待回京之后再说。3局已了，胜负已定。大郎，怎么还不过来领赏啊？陛下，陛下，你还好吧？朕能有什么事？打开。
这就好。中书令费心了，还有吕将军。常州刺史出京之前，希望全力配合。臣遵旨。明城。昨晚的罗福姐姐，果然是你。公子，姐姐不要见怪，我是怕认错了人，彼此尴尬。那公子这算是投石问路吗？我这是投石问画。姐姐的画画完了吗？还没有。是我太心急了。姐姐画完，一定要给我看。不然公子昨晚就不会还给我了，是吧？那只不过是说辞。不这么说，我和姐姐啊，今生大概就只有一面之缘了吧？现在不是已经有2生之缘了吗？对啊。姐姐怎么在这儿？姐姐不方便说，那就让我来猜一猜。姐姐是卢尚书府上的侍女，出身书香门第，因为家门有变，才流落此间。小生昨日对姐姐的翰墨已经大为心折，不想今日再度邂逅，借此机缘，与姐姐成为文字知己。从今以后，与姐姐切磋文翰，找出各种借口，频频出入。无奈礼法森严，还是遭人误解拆散。这人是谁？是卢尚书？还是我爹爹？历经磨难，最终才……公子这话，要是按市井上的话本来演绎的话，应当是这样。可惜啊，故事只是故事，对吗，陆姑娘？公子是怎么知道？姐姐的气质，怎么可能是侍女？就算是侍女，至少也得是宫里的女官。卢尚书府上又没有7年女眷，不然我怎么敢从后门出入？卢尚书一向不骄不粘，与人相交如水，能在他府上随意走动的少年女眷，大概就只有亲旧门生的家眷。亲旧门生，在京的，不是陆中丞，就是张尚书。我看，张尚书和张衙内的为人，他家的女公子啊，大概是没有姐姐这样的。失礼之处，妾请武大王见谅。姐姐是怎么知道我的身份的？嗨，既然已经暴露，那我也没有办法再装下去了。但是我刚才说的不全是信口开河，实不相瞒，姐姐的墨宝，我是真的心爱。一样的尺牍，可否请姐姐？可否厚颜请姐姐
为我也画一幅。吴大王错爱，只是妾资质笔陋，一样的画，大概再也画不出来了。看来我真的是要好几天都睡不着觉了。吴大王，我回去了，找我别的姐姐去。吴大王，既然武大王对京中人士都那么熟悉，那武大王知不知道？说说看。明成是什么人？武大王知道吗？看来不是字，就是号。你问的是谁？我不知道。但是字明成的人，我还真认得一个。是谁？殿下，陛下说殿下没有回去的脚力，特让小人把他的坐骑赐予殿下。哼，御马，还真是重赏。陛下还说，这匹马不是中原马，而且没有驯服好，让殿下千万小心。
蠢货！天地造物不测，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蠢货来？恩相让下官做好准备的吗？我让你立句，拿嘴巴去句，没让你干出这种受人口实的蠢事儿来。可是殿帅今天的阵仗，恩相不是也看到了吗？那是早就有备而来。如果下官今天不这样做，恐怕早就成了殿帅的刀下鬼了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恩相难不成还真要拿着下官的命去做道旗，发动兵谏，逼迫陛下收回成命不成？你早有准备，说的没错。陛下大概心里也清楚，非此物不能抵偿吧？岳丈说什么？这只不过是一条普通的带子而已。一条带子，那可是臣养了10几年，像眼珠子一样宝贝的颈椎呀！陛下是铁了心的要削臣的兵啊。说的好听，调他们去节制顾思林，这真是锱铢不费，一箭双雕。臣怎么就没想到，陛下会来这么一手啊？